陆寒江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弄脏我的衣服，还想让我加班写验尸报告？这衣服的清洗费必须找大理院报销。此刻帅气逼人的你正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在世人眼里，你是手握生杀大权、令人闻风丧胆的朝廷鹰犬锦衣卫千户陆寒江。但天地良心，你加入锦衣卫唯一的愿望就是找个铁饭碗，做个每天按时打卡的清闲公务员。今夜宵禁，云州戚家犯了重罪，上头一道令，满门缉拿。这种深夜外勤不仅没有半文钱加班费，还严重影响你的睡眠质量。看着周围这些杀气腾腾、随时准备为了业绩拼命的属下，这当下的职场真是让你感到窒息。千户大人，云州城戚家上下已全数击落到此。只要把这烫手山芋扔给下属，你就可以回去补个回笼觉了。摸鱼的精髓就在于合理分配工作。就在你拨转马头准备回去打卡下班的瞬间，意外发生了。戚家居然还藏着个漏网的顶尖剑客，带着必死的决心，一剑直取你的后心。大半夜的非要搞刺杀，还让不让人睡个好觉？你只想好好当条咸鱼，却总是被逼着出手。10年了，你每天按时打卡积攒内力，如今到底有多强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你只知道这小子耽误你回客栈了。金刚长剑在水墨画卷中寸寸崩碎，你连看都没看一眼，随手一挥，磅礴的内力化作狂风，那名剑客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，当场昏死。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江湖里，你只想当个清闲的看客，但看着这满地的残局，你知道今晚的安稳觉怕是又泡汤了。清晨，褪去飞鱼服的你正惬意地在客栈2楼品着早茶。作为外来的帅哥，你自带日晷外挂，在这个江湖，你不需要找秘籍，只要每天按时打卡摸鱼，内力就会暴涨。现在你已经强得连自己都怕。你本以为今天能带薪休假，直到急促的马蹄声粗暴地撕裂了宁静。秦羽满身风尘冲上2楼，奉上一封盖着3道猩红火漆的加急密信。千户大人，京城加急，戚家案背后恐有魔教影子。你端茶的手僵住，眼神中瞬间充满大周末被通知加班的生无可恋。唉，这领导就不能让我放个假？传令，明日回京。因为一旦牵扯上魔教，绝对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。你太懂这江湖套路了。你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把犯人押送到京城，火速交差下班。有埋伏，列阵，保护千户大人。好死了，秦总旗，一炷香内解决，别耽误了去前方驿站的饭点。离开云州城的官道上，帅气逼人的你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宽敞的千户专属马车里。作为当代顶级高手，出差虽然烦人，但只要不在一线拼命，基本就算是带薪休假了。队伍刚踏入这片竹林，你就敏锐地闻到了杀气。那些潜伏在暗处的江湖草莽，自以为伪装的天衣无缝，但在你这满级大佬的感知里，简直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一样刺眼。有埋伏，列阵，保护千户大人。好死了，秦总旗，一炷香内解决，别耽误了去前方驿站的饭点。你连手指头都不想动。这种级别的杂兵，如果还需要堂堂千户亲自拔刀，那锦衣卫的工资岂不是白发了？但这群亡命之徒显然比你想象的更疯。3名顶尖杀手踩着校尉的肩膀凌空跃起，直劈你的马车顶部。被打扰了睡眠的启航器，瞬间让你失去了耐心。你连起身的兴致都没有，只是屈起手指，对着上方轻轻一弹，排山倒海的无形气浪轰然炸开，水墨涟漪狂暴席卷。那3名杀手连惨叫都没发出，便被恐怖的内力直接震飞。你吹了吹指尖的灰尘，深深叹了口气。看来今天中午驿站的红烧肉是赶不上热乎的了。
帅惨了的你，那一指的内力不仅震飞刺客，连带周围竹林都被狂风彻底推平。嚣张的悍匪们此刻如见鬼般呆立，全场死寂，只剩下风声。锦衣卫听着，交出戚家余灭，我玄天教。遇到这种打不过就开始爆字号的反派，咸鱼的你都觉得是在浪费生命。魔教不在西域吃沙子，跑来这里搞团建，纯纯给你增加工作量。这算不算工伤暂且不提，但我现在心情很不好。你懒得听废话，直接打断施法。反派是死于话多，但帅气的你只是单纯的嫌他们吵而已。你缓缓起身，磅礴内力化作无形的黑色水墨巨手，从天而降，没有厮杀。魔教妖人被这股威压生生压跪在地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还不绑了，赶紧赶路！驿站厨子若下班了，拿你们试问。看着满地活口，你满心悲哀。牵扯魔教，回去少不了要写一堆报告。这天天被迫加班的日子，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千户大人，前往华山查案的江千虎遇刺身亡了。历经跋涉，累趴的你，终于把那群魔教妖人扔进了镇抚司衙门的大牢。站在阳光明媚的公堂前，你深吸了一口气。只要交接文书，盖上印章，美好的双休就在眼前。你甚至已经在脑海里规划好了去哪家勾栏听曲儿，去哪家茶馆摸鱼。然而，就在你拿起印章准备签字画押的瞬间，沉重的脚步声踏碎了你的美梦。报，千户大人，前往华山查案的江千虎遇刺身亡了。空气瞬间死寂。江潇，那是和你同级的千户，居然在名门正派的地盘被人做掉了。你拿着印章的手僵在半空，帅气的你倒不是悲伤，而是感到一种灵魂深处的战栗。锦衣卫死了一个千户，这可是惊动圣厅的大案，意味着无休止的疯狂加班。这帮江湖门派就不能消停点吗？果不其然，一块代表着最高指令的令牌被上峰冷酷地拍在了你的桌上。死命令下达，即刻启程，带兵强登华山，接手这个极度危险的烂摊子。你的双休彻底泡汤，带着极其狂暴的怨气，你捏碎了手里的茶盏，换上了那身肃杀的飞鱼服。华山重地，朝廷鹰犬安敢擅闯？锦衣卫办案，挡路者按谋反罪论处。带着被剥夺双休的滔天怨气，你率领锦衣卫铁骑兵临华山脚下。在江湖人眼中，华山是高不可攀的名门正派，武学圣地，但在你这位最高执法长官眼里，这里只是个害你加班的案发现场。华山重地，朝廷鹰犬安敢擅闯？华山山门前，守门弟子拔出长剑，妄图用江湖规矩阻挡朝廷铁蹄。锦衣卫办案，挡路者按谋反罪论处。看着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名门少侠，霸道的你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你甚至没有拔刀，只是随意放出了一丝属于满级千户的威压，磅礴气浪如同重锤，瞬间将骄傲的弟子压得跪倒在地。长剑脱手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，踩着极其沉重的步伐，径直向华山大殿走去。谁敢在这个时候触你的眉头，你定要让他见识见识到底什么是顶级牛马的怒火。陆寒江，你一介鹰犬，竟敢来我华山放肆！华山派勾结魔教，谋杀朝廷命官，全宗激怒。大门轰然洞开，华山大殿内，各路高手剑拔弩张，气氛降至冰点。霸气的你无视了所有充满敌意的目光，径直走向掌门的主座，像回办公室一样坐下。这可是武林圣地，你却极其敷衍地抛起自带的明前龙井，完全没把他们当回事。陆寒江，你一介鹰犬，竟敢来我华山放肆！看着这群人，你只觉得吵闹。为了能早点结案回家，
你决定走最快的流程，华山派勾结魔教，谋杀朝廷命官，全宗缉拿。这顶大帽子扣得极其敷衍，脾气火爆的长老受不了屈辱，长剑出鞘直取你面门。你连眼皮都没抬，屈指在茶盖上一弹，飞溅的茶水瞬间化作咆哮的水墨黑龙，磅礴内力震碎剑气，将长老凌空击飞。大殿内死一般寂静，你只是惬意地抿了一口茶。打打杀杀，到底有完没完？还让不让人按时收工了？把这丫头带回京城当证人，此案终结，收队回家。大殿死寂，华山掌门伤及到满头冷汗，刚想上前替门派辩解两句，谁知变故突生，隐藏在大殿横梁上的魔教刺客趁乱发难，漫天暗气如暴雨般倾泻，刺客妄图搅浑这潭水，但他们根本不明白，这不仅是在挑衅锦衣卫，更是在延长你的下班时间。打打杀杀，到底有完没完？还让不让人按时收工了？你不耐烦地将茶碗重重一顿，磅礴的纯白内力化作绝对领域，漫天暗气瞬间悬停在半空，反手一挥，暗气以10倍速度倒飞。隐藏的刺客连惨叫都少了，直接化作残影砸穿屋顶。你站起身，看着满地狼藉和瑟瑟发抖的武林泰斗们，极其敷衍地拍了拍飞鱼符。刺客伏诛，至于你们华山勾结魔教的嫌疑，哼！你的目光扫过人群，锁定在掌门身后那个探头探脑的少女商罗身上，带个重要活口回去，刚好能交差。把这丫头带回京城当证人，此案终结，收队回家。伴着少女的惊呼，你终于踏上了回京的路。江南分部叶锦衣卫不达标，本千虎须亲自下基层，严加督导。带着华山掌门之女商罗，帅气的你一路风驰电掣，终于赶回了京城镇抚司。华山大案牵扯甚广，朝堂上的各方势力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全都盯上了你手里的活口。面对这种必将导致无数个通宵加班的政治漩涡，你展现出了顶级社畜的职场素养。光速甩锅，人犯移交4皇子，这烫手山芋，谁爱接谁接。你连夜办完了交接手续，看着4皇子的人马沾沾自喜地把人带走，你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。为了彻底躲避后续的朝堂内卷，你果断向上级提交了一份极其扯淡的江南考察申请。江南分部叶锦衣卫不达标，本千虎须亲自下基层，严加督导。靠着你满级千户的无形威压，这份名正言顺的带薪休假申请被火速批准。褪去飞鱼服，换上一身极其拉风的江南贵公子常服，你登上了南下的豪华客船，站在船头吹着江风，你惬意地打开了折扇。美好的江南公费旅游终于开始了。这大半夜的，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在别人屋顶上散步？哼，你还真是本一湖命中注定的加班克星啊！江南的夜，画舫连云，灯火柔和，这才是你梦想中公费旅游该有的样子。包下最豪华的客栈天字1号房，褪去那一身充满血腥味的官服，你舒坦地躺在柔软的锦榻上，没有堆积如山的卷宗，没有烦人的魔教刺骨，今晚终于能享受一个完美的8小时睡眠。然而现实总是极其残忍，刚酝酿出睡意，头顶的青瓦就传来一阵极其笨拙的脚步声。这大半夜的，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在别人屋顶上散步？哼，那沉重的步伐和踩碎瓦片的声音，连寻常的护院都能惊醒，更别提你这个满级千户了。困成狗，你连眼皮都懒得睁，极其烦躁地从床头摸出一枚铜钱，随手往上一弹，纯白色的内力包裹着铜钱，在半空中化作一道凌厉的水墨流光，瞬间击穿屋顶，伴随着一声交互和瓦片碎裂的巨响，
一个黑影从天而降，极其狼狈地砸在地板上。你点亮烛火，定睛一看，这个穿着极不合身夜行衣的笨贼，居然是华山掌门之女商罗。你还真是本医护命中注定的加班克星啊！本女侠乃是名震江湖的道圣，今夜只为劫富济贫。久仰在下江南商人乔芷芳，不知女侠结哪家的父？无奈的你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地上抱着脑袋痛呼的少女，这丫头居然没认出你。也对，在华山时你一身煞气飞鱼服，现在却是一袭温润如玉的江南贵公子打扮。看什么看？本女侠乃是名震江湖的道圣，今夜只为劫富济贫。看着他连剑都拿反的滑稽模样，你那因为被打扰睡眠的暴躁，奇迹般的转化为了看猴戏的愉悦。漫漫长夜，全当是看一场免费的幼儿园武术汇报演出了。哦，久仰在下江南商人乔芷芳，不知女侠结哪家的父？你随口捏造了四皇子手下亲信的名字，极其熟练地把黑锅甩了出去。商罗为了证明实力，极其卖力地给你表演了一套破绽百出的绝世剑法。他那点微末内力，连桌上的烛火都吹不灭。但在你眼里，这可比朝堂上那些老狐狸的算计有趣多了。绝世神功。女侠，夜深了，早点睡，别再踩碎我的瓦了。你随手丢出一锭银子，打发了这个笨贼。谢谢公子。公费旅游的第一晚，总算是多了点乐子。乔老板，看在银子的份上，本女侠今天就勉为其难保护你。菜就多练，连吃个饭都不让人消停。本以为一锭银子能打发了那个笨贼，结果你大错特错。第二天，你包下画舫准备品尝江南美食，这丫头居然死皮赖脸跟了上来。乔老板，看在银子的份上，本女侠今天就勉为其难保护你。看着他那副得意洋洋、懵懂可爱的样子，你极其无奈地揉了揉眉心。作为当今万中无一的高手，你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吃个叫花鸡，这要求很过分吗？就在这时，几个不长眼的江南地痞踢开舱门，妄图打劫你这个外地富商。商罗大喝一声，拔剑冲了上去，然后不出意外的被地痞一脚踹飞。菜就多练，连吃个饭都不让人消停。你连头都没回，极其隐蔽的屈指一弹，一颗带壳的花生米化作水墨流光飞出，纯白内力在半空中炸开，精准击中几个地痞的穴道，他们瞬间如木桩般倒地。知道本女侠无形剑气的厉害了吧？看着他那副傻样，你默默咽下最后一口鸡汤，只觉得这休假比上班还累。千户大人，江南分部遇袭，万刀门血杀刀纲。自从画舫事件后，商罗彻底成了你的小跟班。他坚信自己觉醒了绝世剑气，像只麻雀一样在你耳边叽叽喳喳。乔老板，只要有本女侠在，江南的地痞流氓都不敢近你的身。你极其敷衍地掏着耳朵，满脑子只想赶紧回客栈睡个午觉。然而，当你推开天字1号房的大门，你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。一个官服残破、被诡异黑色刀气缠绕的人影，极其虚弱地倒在你的名贵地毯上，没有任何血腥画面，但那股凌厉的煞气，证明此人刚经历了一场极其恐怖的单方面碾压。千户大人，江南分部遇袭，万刀门血杀刀纲。那人正是你的得力下属，锦衣卫副千户殷无伤。话未说完，殷无伤便昏死过去。商罗吓得躲在你身后，终于是见识到了真正的江湖险恶。我的带薪休假，
就这么没了。一股肉眼可见的狂暴黑气从你身上升腾，整个江南的黑道即将迎来你的终极怒火。锦衣卫又如何？进了这片林子，老子让你们有来无回！你们是乖乖被捕，还是被我打死？选一个。你的带薪休假彻底泡汤。看着重伤的下属，你心中的杀气比江南的暴雨还要狂暴。没有一句废话，你直接掏千户金令，下达了极其冷酷的封城的死命令，封锁江南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万刀门的人挖出来。命令下达，极其恐怖的国家机器瞬间运转，大批锦衣卫如同黑色的潮水，淹没了江南的街巷。画舫停歌，酒楼关门，整个江南武林瑟瑟发抖。终于回忆起被朝廷鹰犬支配的极其压抑的恐惧。听到有线索，你极其迅速地跨上纯黑战马。千户大人，查到了，城外密林发现万刀门余孽踪迹。你现在的唯一目标，就是在厨子下班前结束战斗。城外密林幽暗阴森，数十名穷凶极恶的万刀门刀客正手持极其锋利的钢刀拦在路中央。锦衣卫又如何？进了这片林子，老子让你们有来无回！看着这群耽误你干饭的罪魁祸首，你连让手下列阵的耐心都没了，极其烦躁地独自走上前。你缓缓握住腰间的绣春刀刀柄，极其冷漠地开口：今晚谁也别想阻挡你下班的脚步。你们是乖乖被捕，还是被我打死？选一个。我赶时间吃晚饭。冥顽不灵，那就都躺下吧，算你们公少。听到你这极其傲慢的点菜式通牒，万刀门的悍匪们彻底被激怒了。狂妄的朝廷英才，兄弟们，结阵，把他剁了喂狗！在他们眼里，你就算再强，也不过是一个人，而他们是数十名刀口舔血的亡命徒。数十把九环大刀同时扬起，极其冷厉的刀钢在密林中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大网。你甚至没有将绣春刀完全拔出，只是极其随意的用拇指顶开了1寸刀锋。冥顽不灵，那就都躺下吧，算你们公少。然而，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，数量是一个极其可笑的虚词。纯白色的内力顺着那1寸刀锋轰然喷发，极其狂暴的黑白水墨气浪以你为中心，向四周无差别横扫。漫天刀网在水墨气浪的冲击下寸寸崩碎，没有刀刃入肉，只有极其纯粹的降维打击。不到3秒钟，数十名极其嚣张的刀客如同被狂风扫落叶般，全部翻着白眼昏死过去。秦爷，洗地，另外派人去把那架叫花机给我重新热上。你拍了拍飞鱼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极其潇洒的转身。对满级千户而言，这只是一次极其微不足道的饭前运动。堂堂一门之主，不在老巢待着，跑江南来做甚？本千户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的人。你惬意地坐在画舫里，品尝着终于重新加热的叫花鸡，满脸都是假期失而复得的感动。窗外，锦衣卫正连夜审讯那群被你秒杀的余孽，惨叫声成了你绝佳的下饭背景音。一块诱人的鸡肉刚准备送进嘴里，秦羽便不合时宜地推门而入，带来了一身肃杀的冷风。千户大人，招了，重伤应付千户的是万刀门主血魔刀王李鬼手。你绝望地闭上眼睛，筷子停在半空。这不仅是个大麻烦，更是个会严重透支你睡眠时间的绝顶麻烦。堂堂一门之主，不在老巢待着，跑江南来做甚？根据情报，李鬼手正被神秘仇家追杀，现已狼狈逃入江南城外的废弃山庄。看着手里香脆的鸡腿，你觉得他瞬间失去了诱人的灵魂。这带薪休假算是彻底烂尾了。你本想装作不知道，但因无伤那虚弱的惨状，以及回去后必将面临的问责，让你彻底破防。备马，本千户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的人。你粗暴地擦了擦手，眼神重新变得森寒。
这江南的夜注定要因为顶级社畜的暴怒而漫长了。堂堂锦衣卫千户，竟为了李某亲自下江南，真是好大的排场！少往脸上贴金，我来只是因为你耽误了我吃叫花鸡。夜雨初歇，江南城外的废弃山庄已被上千名锦衣卫的钢铁阵线围得水泄不通。你撑着一把油纸伞，闲庭信步般跨入破败的大门，月白色的长服在夜色中格外惹眼。与其说是来镇压绝世魔头，以你现在的气场，更像是个半夜被叫来处理漏水管的暴躁房东。千户大人，李鬼手就在大堂，已被逼入绝境。你收起伞，踏入大堂，堂内一片狼藉，黑白交织的刀痕劈碎了所有的承重柱。那个号称血魔刀王的男人，此刻正单膝跪在废墟中央，剧烈喘息，身上翻滚着狂暴的赤色刀罡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像一头濒死的孤狼，死死盯着你这身不染纤尘的公子打扮。堂堂锦衣卫千户，竟为了李某亲自下江南，真是好大的排场！你甚至懒得拔刀，只是嫌弃地掸了掸衣摆上沾染的灰尘，眼神中满是看垃圾的蔑视。少往脸上贴金，我来只是因为你耽误了我吃叫花鸡。这种把一代宗师当成绊脚石的傲慢态度，瞬间刺痛了李鬼手仅剩的自尊。血魔修罗斩！黄口小儿，给我死来！一代宗师的自尊被按在地上摩擦，李鬼手彻底陷入了癫狂。狂暴的赤色刀罡化作一头张牙舞爪的血色狂狮，将大堂残存的屋顶彻底掀翻。面对这开山裂石的绝杀一击，你却连躲避的兴致都没有，只是闲吵般的皱起眉头。太慢，而且太吵了。你负手而立，仅用单手向前平推，浩瀚如海的纯白内力透体而出，化作一面叹息之墙。没有势均力敌的拉扯，只有摧枯拉朽的碾压。白色的水墨狂潮瞬间吞噬了那头赤色狂狮。李鬼手引以为傲的绝世刀罡，在你面前如同撞上礁石的泡沫，寸寸崩解。他被反震之力重重砸在残柱上，手中的九环大刀发出一声悲鸣，断成数截。如此内力，犹如鬼神，你究竟是谁？一个只想按时下班的公务员罢了。这句荒诞的回应彻底击碎了李鬼手的道心。他惨笑一声，手掌却缓缓探入了怀中。十大恶人已齐聚江南，这皇族秘宝只有你护得住。千户大人神威，夺回皇家秘宝，此乃盖世奇功啊！月光惨淡，李鬼手捧着那枚刻有落字的皇家玉佩，眼中闪烁着穷途末路的决绝。作为一名资深老油条，你对这种临终托孤的狗血剧情有着本能的抗拒。十大恶人已齐聚江南，这皇族秘宝只有你护得住。这玩意儿绝对是个巨型麻烦，你像躲避瘟神一样后退半步。拿走拿走，本千户拒绝接受没有加班费的强制任务。这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反应，让这位名震江湖的刀王愣在当场。由不得你了，这趟浑水你趟定了。但他自知经脉尽碎，已无生还可能。为了让宝物不落入仇家之手，他做出了最后的决断。话音未落，他猛地逆转残存内力，赤色刀罡倒灌入体。他以武林宗师的方式自断生机，他的身躯在强光中化作点点赤色水墨消散，只留下那枚烫手的玉佩坠落地面。千户大人神威，夺回皇家秘宝，此乃盖世奇功啊！听着下属狂热的恭维，看着地上的玉佩，你只觉得眼前一黑。美好的带薪休假正式宣告破产。秦爷，你若喜欢，这功劳便送你了，玉佩你收着。卑职万死不敢贪功，此乃千户大人神威所致，当由大人亲自呈交圣上。废墟之上，秦羽双手高捧着那枚皇家玉佩，
眼神狂热的像个刚考上状元的书生。秦羽，你若喜欢，这功劳便送你了，玉佩你收着。卑职万死不敢贪功，此乃千户大人神威所致，当由大人亲自呈交圣上。你看着他这副准备为国捐躯的架势，心底的疲惫如同连绵的阴雨，挥之不去。甩锅计划彻底宣告破产，你被迫接下了这个即将引爆武林大乱的倒霉物证，披星戴月地回到客栈，推开天字1号房的门，商罗那丫头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，全无半点防备。小老板，你大半夜逛街回来了。哇，好漂亮的玉坠子！你心力交瘁地摊进太师椅，顺手将那枚烫手的落字玉佩扔在紫檀木茶几上，想死就碰。这块石头足够把江南的黑白两道全招了。这不知死活的丫头刚想伸手去拿，你毫不客气地用连翘的绣春刀拍开了她的种子。话音刚落，窗外原本寂静的街道上悄然多出了几道诡异拉长的影子。那些犹如闻到血腥味的秃鹫，江湖10大恶人已经盯上了你的房间。交出皇家玉佩，留你们全尸，否则这客栈鸡犬不留。窗外大雾弥漫，10道诡异的黑影悄然包围了客栈。江湖人称10大恶人，名字听着唬人，说到底就是一群闻着腥味就聚拢的猎狗。交出皇家玉佩，留你们全尸，否则这客栈鸡犬不留。门外传来刺耳的威胁，你躺在太师椅上，连眼皮都没抬，只觉得这帮人缺乏基本的职场礼仪。掌柜的，门外有野狗乱吠，吵着我休息，他们显然搞错了状况，以为自己是夺宝的猎手，却不知正踏入你这个杀神的休假禁区。商罗吓得抱紧了桌腿，而门外的恶人见你如此怠慢，恼羞成怒，直接破窗而入。3道寒光直逼你的面门，你不退反进，随手捏碎了手边的青瓷茶杯，碎瓷片裹挟着纯白内里，化作数道凌厉的水墨流光，瞬间击碎了刺客的护体罡气。这是什么内力？你根本不是什么江南商人！你懒得解释，浩荡的水墨气浪直接将他们震飞出窗外。看着满地狼藉，你深知今晚的觉是彻底睡不成了。客栈内安静了，但你很清楚，不把外头剩下的麻烦彻底清理干净，今晚的8小时睡眠算是彻底泡汤了。点子扎手，大家在并尖子上，用毒物封他走位，耗死他。推开残破的大门，你独自走入江南阴冷的浓雾长街。长街尽头，剩下的7名恶人早已结成杀阵，地上躺着那3个被你用碎瓷片震晕的铜虎。恶人们各自亮出淬毒的奇门兵器，试图用江湖上最不讲武德的车轮战术将你拖垮。面对这种围攻，你没有丝毫畏惧，只有对这群人旺盛精力的深深不解。大半夜的搞团，你们江湖人都不需要遵守8小时工作制的吗？恶人们听不懂这句职场黑话，只当是你死到临头的故弄玄虚。7道充满杀机的身影同时向你扑来，你叹了口气，右手终于按在了腰间的绣春刀上。既然好言相劝没用，那就只能走强制物理休眠流程了。拔刀，加班开始；收刀，加班结束。一道纯白的水墨刀光，犹如划破长夜的闪电，瞬间撕裂了长街的浓雾。没有惨叫，没有血光。当清脆的刀刃归鞘声响起，7名恶人已如木雕般僵立原地，随后齐刷刷地倒下。你转身走回客栈。今夜江南的黑道终于明白，以陆寒江的睡眠时间，神圣不可侵犯。陆兄辛苦，这皇族秘宝的案子东厂接了。曹兄高义，玉佩拿走，绝不挽留。清晨的阳光洒入客栈，你终于睡足了一个完美的8小时。伸了个懒腰，你觉得哪怕天塌下来，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。
上罗那丫头正蹲在桌边，眼巴巴地盯着那枚皇家玉佩。你刚想把这烫手山芋扔掉，楼下却传来整齐划一的脚步声。不是江湖草莽，这股森严的压迫感，分明是朝廷的精锐。东厂办事，闲杂人等一律滚出去！房门被推开，东厂督办曹正摇着折扇，笑面虎般走入。这家伙是出了名的抢功狂魔，也是你最讨厌的职场卷王。陆兄辛苦，这皇族秘宝的案子，东厂接了。曹兄高义，玉佩拿走，绝不挽留。听到有人主动揽客，你感动的泪水都快从眼角流出来了。你毫不犹豫地将玉佩推了过去，动作快得生怕他反悔。然而，你过于爽快的态度，反而触动了曹正多疑的神经。在他那肮脏的政治脑回路里，这绝对是一个致命的陷阱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想用假货害我？他怒喝一声，收！折扇化作凌厉的寒芒，直取你的咽喉。你侧身避开，看着碎裂的紫檀木桌，火气噌地冒了出来。这世道是怎么了？主动送业绩不要，非要逼着人动手。我真心甩锅，你非要给自己加戏！一抹纯白水墨瞬间爆发，你连刀都没拔，单手死死捏住扇骨，咔嚓一声，金刚折扇断成两截。曹正被气浪震得连退5步。你拿着半截扇骨，眼神森寒。今天这锅，他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圣上这是算准了我想躲清闲，非要带着我薅啊！曹正满脸惊骇，连退数步。他引以为傲的绝学，竟被你单手捏碎。你步步紧逼，纯白威压如大江决堤，将这位东厂督办死死锁定。刚气外放，化气为渊，你竟然到了这等境界！面对他的震惊，你毫无波澜，弯腰捡起那枚掉落的皇家玉佩。你将玉佩强行塞进曹正怀里，动作粗暴的像在扔一块发霉的馒头。带着他滚回京城领赏，别逼我拔刀！感受着脖颈处残存的凉意，曹正咽了口唾沫，再也不敢有丝毫怀疑。他攥紧玉佩，带着手下的番子连滚带爬地逃离了客栈，生怕你反悔。看着东厂人马灰溜溜撤退的背影，你长舒一口气，总算解决了大麻烦。转身走向床榻，你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补一个无人打扰的回笼觉。然而你刚沾上枕头，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破空声，金光闪烁。秦羽双手捧着一卷明黄色的卷轴，再次撞开了你那本就残破的房门。千户大人，800里加急，圣旨到！听到圣旨2字，你如遭雷击，浑身的血液都在抗拒这个词汇。圣旨内容很简单，皇上不信任东厂，命你亲自带队护送他们回京。这意味着你不仅没甩掉黑锅，还要给曹正那帮废物当免费保镖。圣上这是算准了我想躲清闲，非要带着我薅啊！张罗在一旁幸灾乐祸的捂嘴偷笑，而你周身的怨气已然化作实质黑雾，认命般的披上飞鱼服。江南的带薪休假以一种最凄惨的方式宣告结束。你黑着脸走出客栈，前方是漫长且充满未知的回京加班路。留下皇家玉佩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这群朝廷鹰犬的忌日。浩浩荡荡的押运队伍驶出江南，你骑在黑马上，听着阵阵冷风，满身都是不愿回京加班的低气压。前方开路的东厂番子耀武扬威，曹正更是捧着圣旨，仿佛自己成了这支队伍的绝对主宰。陆千虎，圣上命你等护卫东厂，这峡谷阴气重，可莫要玩忽职守，惊扰了圣旨。留下皇家玉佩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这群朝廷鹰犬的忌日。队伍刚驶入一线天峡谷，死寂的崖顶突然射出一发燃火明德，
尖笑声瞬间震碎了宁静。刹那间，崖壁上巨石滚落，密密麻麻的羽箭如黑色的蝗虫群，遮天蔽日的倾泻而下。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办着丢人的烂事儿，到头来还得本千户亲自给你们洗地。你双足轻点马镫，身形如同一抹白色的青烟，从容不迫地落在了落石最为密集的阵前。迎着漫天箭雨，你闲庭信步，绣春刀并未出鞘，纯白色的内力如大江潮涌，以你为中心迅速张开。磅礴的罡气化作一道半径3丈的无形领域，那些重于千斤的巨石在触碰到气墙的刹那轰然停滞，尖锐的箭矢犹如撞上铁壁，在半空中纷纷炸裂，连同巨石一起化作细密的齑粉簌簌落下。这是什么写法？怎么可能连巨石都能挡住？继续投石，放箭，压死他！你的右手搭在腰间的刀柄上，大拇指轻轻抵住黑色的刀戈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在此刻凝固，伴随清脆的金属摩擦声，一寸雪亮的刀锋出鞘。你决定走强制物理休眠流程，一道纯白色的水墨刀芒犹如划破长夜的闪电，携带着摧枯拉朽的威压，轰然撕裂了半空。崖顶已被平滑削平，属于满级大佬的清场正式结束。别拍马屁了，既然你东厂这么能干，这满地的残局就交给你们洗地了。漫天石灰散去，一线天峡谷死一般寂静。东厂的番子们如同看着怪物，惊恐地盯着你。曹正从马车底盘艰难地爬了出来，他满头灰土，连那身昂贵的紫袍都被扯破了。他擦去脸上的冷汗，刚才那种狐假虎威的嚣张气焰，此刻已经彻底荡然无存。一刀斩平孤峰，陆大人，您这武功怕是已经通神了。别拍马屁了，既然你东厂这么能干，这满地的残局就交给你们洗地了。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商罗这丫头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，她手里还拿着一块黑漆漆的铁牌。她像献宝一样跑到你的马前，那没心没肺的笑容与这肃杀的峡谷战场格格不入。乔老板，你看，这牌子上画着个血色骷髅，好像是江南黑风寨的信物哎。黑风寨，江南道上最臭名昭著的刺客联盟，只要接了单，便是不死不休的连环刺杀。看着这块意味着后续还有无休止麻烦的信物，你觉得自己的血压正在疯狂飙升。本以为一刀立威就能安稳回京，没想到这帮要钱不要命的亡命徒。黑风寨是吧？敢挡本千户的下班路，我看他们是嫌命太长了。你指尖微发力，纯白内力吐出，那块坚硬的玄铁令牌瞬间在你手中化为冰冷的铁粉。你翻身上马，深蓝色的社畜怨念再次将你笼罩。前方的路注定充满了无常的加班，毁人饭碗，犹如杀人父母。你们黑风寨今天算是把路走窄了。暮色四合，押运队伍终于抵达了荒野中的平阳驿站。赶了一天路的你，此时唯一的执念就是吃一口热乎的汤面，然后倒头就睡。这驿站透着古怪，番子们把大门封死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来。曹正犹如惊弓之鸟，布置了层层防御，但在你看来，这不过是给刺客指明靶心。果然，你的那碗阳春面才刚端上桌，窗外的风声就变得诡异起来。乔老板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奇特的异香？好像是软筋散。话音未落，大堂里的东厂番子们就像是被砍倒的麦子，成片的瘫软在地。黑风寨的刺客连门都不走，直接掀开屋顶的瓦片，像蝙蝠一样悄无声息地倒挂下来。锦衣卫千户又如何？中了我们黑风寨的奇毒，还不是任人宰割？毁人饭碗，犹如杀人父母。你们黑风寨今天算是把路走窄了。你看着碗里落进的一层灰，这碗面算是彻底毁了。你的理智线也跟着崩断了，纯白内力瞬间透体而出，将弥漫的毒气强行净化。几名刺客大惊失色，挥动淬毒匕首扑来。
你只是轻轻将手中的竹块掷出，附着真气的竹块化作惊雷，瞬间点中了他们的睡穴。刺客们应声倒地。你站起身，擦了擦嘴。既然防守不能保证睡眠质量，那就只能去把制造麻烦的源头物理清除了。等软心散发作，咱们就杀进去，拿那锦衣卫千户的人头换赏金。夜色如墨，狂风卷挟着荒野的黄沙。你独自踏入了黑风寨设在3里外的隐秘营地。营地内篝火通明，数百名黑衣刺客正在擦拭兵刃。等软心散发作，咱们就杀进去，拿那锦衣卫千户的人头换赏金。你站在营地入口的阴影中，看着这群密谋让你彻夜加班的罪魁祸首，眼神如死水般冰冷。不用等了，我赶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冰冷的声音如同惊雷炸响，数百道震惊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你这个不速之客。刺客们如蜂群般涌来，你连正眼都懒得给。绣春刀出鞘半寸，纯白真气瞬间暴涨，没有兵刃交接的铿锵，只有单方面的维度碾压。刀光如怒海狂潮，吞没了整个营地。这绝不是人间的武功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白光闪过，篝火尽数熄灭，数百名刺客被内力震碎了护体罡气，齐刷刷倒在黄沙之中。你收刀入鞘，弹去衣摆上的沙尘，转身走向驿站。夜风吹散了周身的肃杀。回到客栈，你安稳地躺在粗糙的床榻上。明天的路依然漫长，但今夜终于无人干扰。早高峰堵车也就罢了，荒郊野外还搞交通管制，真当我的全勤奖是大风刮来的。清晨，押运队伍驶离平阳驿站，充足的8小时睡眠让你今天的心情格外舒畅。然而，这份好心情只维持了不到10里地。此路正在修缮，想过路，把那枚皇家玉佩留下当过路费。大胆狂徒，连朝廷的押运队伍也敢劫，你们不想活了吗？早高峰堵车也就罢了，荒郊野外还搞交通管制，真当我的全勤奖是大风刮来的。你骑在马上，看着前方被迫停滞的队伍，刚被压下去的起床气开始不受控制的上涌。你缓缓驱马向前，甚至没有拔刀的打算。纯白色的护体罡气在马蹄下寸寸凝结。你无视了铁掌帮众淬毒的暗器，连人带马化作一道摧枯拉朽的白色流星，径直撞向巨马。轰然巨响中，坚不可摧的金刚巨马犹如纸糊般粉碎。铁掌帮众被狂暴的气浪集体掀飞。路修的不好，本千户免费帮你们拆了，从速前进。谁敢减速，扣谁绩效。你一骑绝尘，穿过漫天铁屑，留下一地哀嚎的黑道悍匪和目瞪口呆的东厂番子。锦衣卫千户又如何？到了这落水江心，便是天王老子也得喂鱼。弄脏了我的制服，你们就算把整条江的水喝干，也赔不起。黄昏时分，押运队伍抵达了落水渡口。只要过了这条江，京城的城门便遥遥在望。曹正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一路的心惊胆战，总算是要熬到头了。快登船！只要过了河，东厂的增援就到了。我看谁还敢放肆！你牵着黑马踏上渡船，看着江面上毫无预兆升起的诡异大雾，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。锦衣卫千户又如何？到了这落水江心，便是天王老子也得喂鱼。弄脏了我的制服，你们就算把整条江的水喝干，也赔不起。船至江心，2名一直低着头的蓑衣艄公突然丢下木桨，仰天发出一阵沙哑的冷笑。这2人竟是水上巨寇幽冥双煞，他们猛地击穿了船底，冰冷的江水疯狂涌入船舱，东厂番子们吓得惊声尖叫。在这浩瀚江面上，
他们那点粗浅武功根本无从施展。你看着见到飞鱼符上的浑浊泥水，脑海中瞬间闪过制服干洗费不予报销的财务规定。你不躲不避，右脚重重踏在甲板上，浩瀚的纯白内力顺着船体，犹如决堤般轰然灌入江水。没有惊涛骇浪，只有极致的冰封。沸腾涌入的江水在刹那间被极寒的罡气强行冻结，准备潜水遁走的双煞像两只丑陋的标本一样，被硬生生冻在了晶莹的水墨冰层之中。你无视了满船震惊的目光，牵着马，踏着冰面，如履平地般向对岸走去。陆千户，皇家玉佩事关国本，你一路护送，鞠躬至尾，快将圣物呈上。晨曦初露，巍峨的京城城门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。你牵着马，满脸都是即将解脱的疲惫。历经九死一生，这趟没有任何加班补贴的跨省押运，总算是要在今天画上句号了。曹正带着番子们连滚带爬地跟在后面，他们看着京城，如同看到了重生的曙光。然而城门紧闭，城墙下上千名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精锐列阵以待，气氛肃杀。为首之人正是你的顶头上司，锦衣卫指挥使青龙。他神情凝重。陆千户，皇家玉佩事关国本，你一路护送，鞠躬至尾，快将圣物呈上。指挥使大人，货送到了。本千虎申请立刻调休，回府睡觉。上千双眼睛死死盯着你，在他们看来，这玉佩是无上荣耀，是加官进爵的通天梯，但在你眼里，这破石头就是一个会吸引无数神经病刺客的超级灾星，职场毒瘤。话音未落，你随手从怀里掏出那枚足以引发武林血雨腥风的玉佩，像扔飞盘一样扔了出去。这惊世骇俗的举动让全场瞬间死寂，上千名精锐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飞扑救场。看着乱作一团的锦衣卫高层，你甚至懒得看玉佩落入谁手，打了个哈欠，径直走向城门。任务提交，打卡下班。至于后续的结案报告和朝堂风波，抱歉，那不在你的工作职责之内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在京城请个好木匠修桌子，得排几个月的档？京城的繁华喧嚣被你远远甩在身后，推开陆府那扇略显斑驳的大门，你仿佛踏入了期盼已久的圣殿。你熟练地踢掉官靴，连飞鱼服都懒得脱，犹如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，直挺挺地扑向了柔软的麻布床。然而后背还没完全贴合被褥，房顶便传来一阵极其刺耳的瓦片碎裂声。交出皇家玉佩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。两名潜伏在房梁上的东瀛忍者毫无眼力见地跳了下来，竟然精准地踩碎了你那张昂贵的紫檀木茶几。看着碎成一地木渣的限量版茶几，你眼中的困意瞬间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漆黑死寂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在京城请个好木匠修桌子，得排几个月的档？刺客显然听不懂社畜的崩溃，他们举起寒光闪闪的武士刀，毫不留情地劈向你的被窝。彻底破防的你甚至没有拔刀，随手抓起硬枕，纯白色的水墨罡气瞬间将柔软的枕头化为恐怖的重兵器。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，只有最原始的物理发泄。你一枕头砸下，狂暴的气浪直接将两人连同窗户轰飞出屋。去衙门自首之前，把我的院子扫干净，少一片叶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看着抱头痛哭，在院子里疯狂扫地的顶级杀手，你再次躺平。但失去茶几的悲伤让这场休假大打折扣。哈哈哈哈！韩江啊，你护送玉佩有功，圣上大悦，特批你组建机密专案组，彻查幕后黑手。次日清晨，你在四面漏风的卧房中醒来，看着满地碎瓦，你的起床气比京城的东风还要凛冽。你黑着脸踏入北镇府司的大门，今天来打卡只有一个目的，找上司报销修屋顶和紫檀木茶几的费用。快看，陆千户回来了！听说他一刀断江，
把东厂的曹正吓得尿了裤子。同僚们投来狂热的崇拜目光，你直接无视，拿着整理好的报销单，径直推开了指挥使青龙的工房。韩江啊，你护送玉佩有功，圣上大悦，特批你组建机密专案组，彻查幕后黑手。大人，升官大可不必，卑职只求报销昨日抓捕刺客损毁的家具，折成旧就行。听到专案组3个字，你犹如五雷轰顶。不骄不躁，视名利如粪土。本朝有你是国之大幸，这专案组长非你莫属。报销单被无情压下，手里被强行塞了一块烫手的专案组令牌，这意味着跨部门扯皮、连轴转开会，以及永无止境的加班。你行尸走肉般走出工房，周身散发的幽蓝怨念让整个北镇抚司的温度骤降了10度。带薪休假成了泡影，连家具钱都得自掏腰包。大明最强工具人迎来了职业生涯最黑暗的一天。太师府，看来我那张紫檀木茶几今天是注定要绝后了。赵域深处阴冷潮湿，这里是京城最阴森的角落，也是帅气的你此时最想逃离的工作场所。为了尽快结案并拿回那笔渺茫的修桌子费用，你决定开启极限高效率审讯模式。陆头，那黑风寨的小头目嘴硬得很，用遍了刑具也只字不提。你看着满墙血迹斑斑却毫无用处的刑具，眉头深锁。出去把门带上，3分钟后我只要结果。暴力不仅低效，还会弄脏你的新制服。你走进审讯室，面对铁椅上满脸横肉试图挑衅的刺客，你没有动用任何刑具，你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在对面，纯白色的内力如无形巨手，将室内的空气一点点抽干。在极致的压迫感面前，所有的江湖义气都显得脆弱不堪。名字、地点，我没耐心听你的临终一言。我还没吃早饭。刺客的意志瞬间崩塌，刺客哆嗦着供出了一个足以震动京城的名字：当朝太师府暗阁总管。你推门而出，门外的狱卒估摸着时辰，恰好2分半。他们眼中的崇拜已变成了深深的惊惧。太师府，看来我那张紫檀木茶几今天是注定要绝后了。线索直指高层，你不仅没能准时下班，反而一脚踏入了更深更耗时的官场泥潭。别念你那套官场台词了，我今天来只办2件事。太师府门前3步一岗5步一哨，这不仅仅是一座府邸，更是当今朝堂的权力巅峰。你带着专案组停在白玉台阶下，看着那扇朱漆大门，你摸了摸怀里那张起皱的报销单。哎呦，这不是陆大人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别念你那套官场台词了，我今天来只办2件事：结案以及报销我的紫檀木茶几。折现还是银票，你选一个。总管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你，随即爆发出嚣张的狂笑。他一挥手，数十名暗格高手倾巢而出。你无奈叹息，下一秒，极其恐怖的纯白气浪以你为圆心，向整座太师府轰然倒灌，没有震天的海沙。白光过境，太师府引以为傲的暗格精锐，犹如狂风中的落叶，集体昏死。你踩着满地的高级保安，把报销单拍在惊恐万状的总管脸上，正式敲开了当今最高权力的门。案子结了，桌子的钱我从桌上拿了。踏入太师府内院，映入眼帘的是极尽奢华的高山流水，这让你对那张破碎的茶几更加意难平。陆千府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只要你点头，金银财宝仅意味指挥使的位子
老夫都能给你。当朝太师端坐在环境优美的湖心亭中，正在悠闲的煮茶。太师抛出了足以让任何朝臣疯狂的诱饵，但在你这个资深牛马听来，这简直是最恶毒的诅咒。太师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他重重摔碎茶杯，10余名影子刺客如同鬼魅般从四面八方掠杀而来。淡定的你连刀都没拔，右手并指为剑，纯白色的真气在指尖凝聚成一道3尺长的夺目剑芒，剑芒横扫，没有血肉横飞。刺客们的护体罡气如同纸糊般被切碎，被狂暴的气浪接连拍入湖中。案子结了，桌子的钱我从桌上拿了。你无视了瘫软在地的太师，从他桌上精准地抽走1张50两的银票，转身走向了下班的夕阳。陆寒江，你毁了太师一脉，今日我们要你血债血偿。次日清晨，休假重启，你拿着太师府赞助的50两银票，来到了京城最大的东市木器行。你看中了一张雕工精美的紫檀木茶几，那温润的木面触感，让你备受摧残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抚慰。陆寒江，你毁了太师一脉，今日我们要你血债血偿。私人休假时间，拒绝一切办公。把你们的凶器离我的新桌子远点。死士们以为你怕了，刀阵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，然而他们连你的衣角都碰不到。你不敢释放大招，生怕狂暴的气浪震碎了店里的木器。让你们别碰木头，刮红一点，你们这群失业游民赔得起吗？这让你这场架打得极其憋屈且精打细算。你左手护着茶几，右手化掌为刀，极其克制的纯白内力在指尖流转，精准点中3人的睡穴。确认茶几毫发无损后，你将银票拍在昏迷的老板脑门上，单手扛起重达100斤的茶几，头也不回地走入喧嚣的市井。上面交代，下周1早朝前必须全部结案归档。大人，咱们要被文书活活压死了。你单手扛着100斤重的紫檀木茶几回到家里，将它完美安置在卧房中央。你甚至用袖口擦去了根本不存在的灰尘，泡上一壶顶级西湖龙井，茶香袅袅，崭新的木质纹理在阳光下泛着迷人的光泽。你终于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。然而第一口茶水还未入喉，家里本就残破的大门便被人粗暴地撞开。千户大人，出大事了！太师一党的文官们在朝堂联名发难了。你的心也跟着猛地一沉。你看着秦羽身后涌入的锦衣卫，以及他们推着的10几辆满载卷宗的手推车，深蓝色的怨念再次笼罩全身。上面交代，下周1早朝前必须全部结案归档。大人，咱们要被文书活活压死了。太师一党的报复不是派杀手，而是以专案组权责重大为由，将大理寺积压了10年的江湖悬案全推给了你。看着瞬间堆满半个院子的卷宗，你深知武功再高也劈不开当朝最恐怖的官僚壁垒和文书地狱。你小心翼翼地放下茶杯，生怕磕坏了新桌子，转身抓起绣春刀，眼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杀意。本周末之前，把这些车都给我装满。既然卷宗看不完，那就去把卷宗上提到的人全部物理清理。只要制造悬案的人都没了，案子自然就结了。下一个地点是哪儿？动作快点，这周末之前必须把这些破纸全清空。出发。京城南郊铁伞门，大理寺积压了10年的刺杀悬案，便与这块啃不动的硬骨头有关。你一脚踹开重达1000斤的山门。锦衣卫，就算你们指挥使亲临，也破不了我这天罡铁伞阵。面对这足以抵挡千军万马的铁桶阵，你甚至连眼皮都没抬，只是烦躁地核对着人名。名单上的人都在这儿了吧？挺好，省得本千户跑第2趟。铁伞门主被你的无视激怒，数10把由玄铁打造的巨伞高速旋转，如同绞肉机般绞杀而来。
你抬头看了眼天色，距离衙门食堂的开饭时间只剩1炷香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纯白色的气浪轰然爆发，你连刀都没拔，仅仅是隔空拍出了一记极其敷衍的掌印。号称绝对防御的铁伞阵，在触碰到这股维度碾压的罡气时，犹如纸伞遇狂风，瞬间支离破碎。数十名精锐齐刷刷倒地昏迷。秦羽熟练地上前，掏出大印，在卷宗上重重盖下结案2字。下一个地点是哪儿？动作快点，这周末之前必须把这些破纸全清空。出发！你跨上战马，绝尘而去。一场用绝对武力进行暴力清案的办公奇观，正在京城疯狂上演。距离下班仅剩最后1炷香的时间，心急的你纵马冲入京城最大的销金窟万花楼。锦衣卫也敢闯老子的地盘，今日本座要让你闭嘴！这都几点了还开会发言？全员给我强制休眠！这里不仅是风月场所，更是大理寺最后一份绝密悬案的核心窝点。你根本没听他在楼上放什么狠话，你的视线死死锁定在滴水的更漏上，因为下班的时间快到了。你一脚踏碎了名贵的大理石地砖，极致压缩的纯白气浪轰然向外扩散。号称武林第一杀手组织的血手们，连兵刃都没拔出，便在刺目的白光中集体陷入昏厥。秦羽熟练地从废墟中拔出通缉犯，盖上最后一个结案红印。完事，你转身就向外狂奔。你赶在申时最后一刻冲入镇抚司，将厚达半尺的结案卷宗狠狠拍在上司青龙的书案上。周末双休，谢绝传唤。占用周末强行团结，还不给调休的机会。美好的周六清晨，阳光明媚，你坐在完好无损的紫檀木茶几前，品着香茗，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双休。千户大人，圣人口谕：今日西郊皇家围猎，文武百官皆需半价，名为团建。然而命运总是见不得打工人太闲。院门外，秦羽那仿佛报丧般的声音再次准时响起：占用周末强行团建，还不给调休的机会。这是职场最臭名昭著的隐形加班。西郊猎场，百官都在拼命表现，射杀猎物以博龙颜大悦。而你找了棵最偏僻的老槐树，铺开垫子继续补觉。就在你即将进入深度睡眠时，变故陡生。数名潜伏在猎场的高手突然抱起，直取皇帝銮驾。大内侍卫死伤惨重，慌不择路的皇帝在太监的护卫下，好死不死地逃向了你睡觉的那棵老槐树。刺客一跃而起，沉重的铁靴精准无比地踩碎了你放在身旁准备当午餐的顶级食盒。纯白色的气柱冲天而起，破坏双休就算了，还敢踩我的饭！今天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你如同被触碰逆鳞的恶龙，连人带刀化作一道刺目的白光，一刀镇压，全场死寂。皇帝激动的想要封你为万户侯，你却只提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请求：免除终身团建。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绝不能动我的工资。谁给你们的勇气？自从拿到了御赐的免团建金牌，你成了整个北镇抚司最肆无忌惮的上班族。上班品鉴顶级龙井，下班准点打卡。锦衣卫乃国之重器，你竟在公堂之上看闲书，本官要扣你1年俸禄！你在暗无天日的特务机构里，硬生生杀出了一方净土。听到扣俸禄3个字，你翻阅画本的手停在半空，眼底瞬间掠过一丝极其恐怖的漆黑杀意。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绝不能动我的工资。谁给你们的勇气？
朝廷新派的巡按御史新官上任3把火，他身后的4名大内高手同时踏前，试图掀翻你的摸鱼茶桌。你端坐在太师椅上，连眼皮都没抬，极其凝练的纯白内力顺着桌腿，瞬间蔓延至整个宫房。没有震天厮杀，4名大内高手甚至没来得及拔刀，便被拔地而起的气浪死死压在地砖上。本千虎的绩效只有皇上能定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管我的全勤奖？你端起茶杯轻抿一口，无视了吓得瘫倒在地的御史。当今的职场，今天由你这个满级大佬亲自整顿。千户大人，叛军要烧案件库，咱们这几个月熬夜写的结案报告全在里边啊！悠闲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当今朝堂的终极风暴，终于在一个即将下班的傍晚降临。狗急跳墙的太师集结了3000死士与叛军，悍然发动兵变，直接包围了北镇抚司。烧了镇抚司的案卷库，只要那些定罪的卷宗一毁，老夫便能东山再起。漫天火把照亮了夜空，3000叛军如同黑色的潮水涌向案卷库，锦衣卫防线岌岌可危。而此时的你，正提着刚买的半只脆皮烤鸭，哼着小曲，准点踏出办公大院。千户大人，叛军要烧案件库，咱们这几个月熬夜写的结案报告全在里边啊！卷宗烧了，意味着我要把那几千份结案报告全部重写一遍。听到烧卷宗3个字，你脸上的轻松瞬间凝固，手里的烤鸭差点掉在地上。这是当今最强打工人的终极逆力，纯白色的罡气瞬间直冲霄寒，连天空的晚霞都被强行驱散。你小心翼翼地将烤鸭挂在门环上，缓缓转过身，拔出了那把象征着满级裁决的绣春刀。你一人一刀，迎着3000叛军，开启了惨绝人寰的物理备份防御战。敢动我的下班 KPI， 今天你们这3000人，一个都别想活着回去写检讨。老子熬了3个通宵写的结案报告，你们敢烧一张试试？镇抚司前院已经化为一片令人绝望的修罗场，不过这里没有血流成河，只有满地被震晕的叛军。不要管他，放火箭，把案卷库给我烧了！只要烧了正中，他武功再高也没用。老子熬了3个通宵写的结案报告，你们敢烧一张试试？太师彻底疯狂，下达了焚毁指令。漫天带火的箭矢越过你的头顶，直奔你身后的卷宗重地。这简直是在挑战当朝第一打工人的终极底线。纯白色的气罩轰然扩张，你将全部内力释放，化作一个极其庞大的半圆形绝对领域，将整座案卷库死死护在其中。成千上万支燃烧的箭矢撞击在气墙上，瞬间化为齑粉，连一点火星都没能溅落。太师的希望随之破灭。你失去了耐心，与其在这里被动的阻挡箭雨，不如直接去解决那个不断制造麻烦的人。你化作一道刺目的白光，无视沿途数千人的阻拦，瞬间闪现至太师的马前，一刀斩断帅旗。打卡时间到了，麻烦太师亲自把这结案陈词签了吧。你将一份早拟好的认罪书重重拍在太师脸上，今晚谁也拦不住你吃那只脆皮烤鸭。皇上不可，微臣才疏学浅，这种一天10个时辰连轴转的福报，微臣无福消受。太师兵变落幕，京城迎来了久违的平静，而你作为拯救当朝江山的功臣，被皇帝紧急召入皇宫。陆爱卿，你力挽狂澜，朕要封你为镇国公，兼任锦衣卫总指挥使，赏黄金1万两，赐婚公主。陆寒江，
你护国有功，朕心甚慰。今特封你为太子少保，赐婚太平公主。皇上不可，微臣才疏学浅，这种一天10个时辰连轴转的福报，微臣无福消受。纯白色的罡气在大殿内疯狂流转，你为了躲避升官，用出了生平最绝顶的轻功。臣只要千户的工资，敢动臣的8小时工作制，臣这就辞职回老家。最终，你顶着满朝文武看神经病的目光，只领了修茶几的报销款，扬长而去。江湖依旧险恶，朝堂依旧暗流涌动，但在那座拥有紫檀木茶几的小院里，当今最强打工人终于过上了绝不加班的完美生活。